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狗子爆35歲李沁將嫁豪門，情路坎坷，男友身份不一般。又來了，娛樂圈只要有女演員過了30歲，狗子的鍵盤就開始自動生成4個大字：豪門在招。仿佛不嫁個集團繼承人，人生就算沒通關。人類對女明星婚姻的執念，比他們自己都上頭。這2天，關於李沁的爆料再次掀起波瀾。有狗子在直播中言之鑿鑿，稱35歲的李沁將在2年內完婚，對象是圈外豪門繼承人，家世顯赫，商界有影響力，還登過商業雜誌封面。兩人已見過父母，雙方家庭十分滿意，甚至已經進入談婚論嫁階段。消息一出，評論區瞬間分成3派：祝福派、質疑派、吃瓜派。互聯網永遠熱鬧得像早市，但如果把時間線拉長，你會發現，圍繞李沁的要結婚了傳聞，其實已經循環播放很多年。每一段穩定關係都會被外界解讀為馬上嫁入豪門，它似乎總被放在一個婚姻倒計時裡。情路回顧，那些年被寫進八卦裡的名字： 1. 初戀楊洋，青澀歲月裡的純粹。楊洋，新紅樓夢。2008年新紅樓夢培訓班，少年少女在排練廳裡練形體、背台詞，情愫就在那樣的青澀環境中慢慢發芽。那時候的李沁和楊洋還只是剛簽進同一家公司的新人，彼此陪伴成長，一起面對行業的殘酷與未知。那段感情乾淨熱烈，也帶着青春特有的莽撞。後來楊洋離開原公司，事業轉向新的軌道，兩家公司之間的博弈、資源分配、未來規劃都不是2個20出頭的年輕人能左右的。分手成了現實層面的選擇。有人說那是相逢太早，如果再晚幾年，會不會不同？沒人知道。娛樂圈最擅長的就是如果，但不可否認，這段戀情成為雙方成長過程中重要的一頁。初戀的分量往往不是結果，而是記憶。2. 金世佳，差一點走進婚姻的那段。金世佳，2015年前後，李沁與金世佳多次被拍到同框，從一起回公寓到日本同遊，再到毛里求斯旅行，外界幾乎默認這段關係即將開花結果，甚至有傳聞稱2人已經看過婚房。當時的李沁已經憑借多部作品擁有極高國民度，而金世佳則處於不上不下的階段。輿論的天平總是偏向比較，誰更紅，誰更強，誰更值得。網絡把感情變成競技場，後來2人分開，原因外界眾說紛紜。有人猜測事業差距帶來的壓力，有人說性格不合，真相只在當事人心裡。如今金世佳已結婚生子，回歸生活軌道，那段故事成為娛樂版面上的舊聞。3. 魏大勳，節目效果與現實邊界。魏大勳，綜藝節目裡的互動總是容易被無限放大。魏大勳在節目中帶李沁見父親，父親還送上一艘象徵風雨同舟的黃金小船，畫面溫馨，氛圍到位。網友當場開始寫婚禮流程，可現實終究不是劇本，節目效果與真實關係之間本就隔着一道看不見的牆，2人更像朋友。所謂緋聞，多半只是觀眾對氛圍的延伸解讀。4. 林宇深，被誤會的榮信達太子。林宇深、李小婉、李少紅，榮信達影視。林宇深出身影視世家，母親李小婉與導演李少紅共同創辦榮信達影視，2人合作頻繁，自然傳出緋聞，但更多只是熒幕情侶的投射。現實裡，他們更像熟悉多年的老友。
有時候，觀眾習慣把多次合作自動等同於暗生情愫，其實很多時候只是工作而已。豪門傳聞是愛情還是投射？這次所謂集團繼承人男友，據說兩人因慈善晚宴相識，男方一見鍾情，幾個月追求後在一起，見過父母，家庭認可，標準偶像劇配置。可問題在於豪門兩個字本身就自帶濾鏡，網友評論裡已經出現兩種極端聲音，一類祝福姐姐值得最好的，事業穩定了，該有自己的生活了，圈外人更穩，支持她幸福。雙引號。另一類擔憂，豪門不好混，希望別受委屈，別為了結婚犧牲事業，豪門媳婦不好當。雙引號。還有理智派，等官宣再說吧，別給人家亂扣帽子。雙引號。李沁本人多次表示不願消費私生活，他偏傳統，向往穩定關係，希望找到一起養生、一起生活的人。比起轟轟烈烈，他更看重踏實。如果真是圈外商界人士，某種程度上反而能減少資源競爭和輿論比較。娛樂圈內的婚戀往往牽涉太多咖位、資源、流量，現實很現實。35歲的節點，女性演員的雙重標準。人們對35歲的男演員說什麼？成熟了，魅力上升期。雙引號。對35歲的女演員說什麼？該結婚了吧？再不嫁就晚了。雙引號。社會的標尺從來沒完全對齊。李沁並非頂流，卻擁有極高國民度和穩定作品輸出。在90花裡，她屬於穩紮穩打型。影視寒冬之下，許多演員工作量減少，生活重心自然發生變化。結婚不該被視為退場。如果她真的選擇步入婚姻，很可能只是節奏調整，而不是告別舞台。她完全可以像許多前輩一樣，兼顧家庭與事業。網友聲音：祝福與理性並存。整理部分網絡評論，可以看到更多溫和態度。她每段感情都是奔着結婚去的，認真談戀愛的人值得尊重。希望別被外界干擾，低調幸福就好。豪門不重要，人品最重要。她這麼多年不炒作感情，本身就很清醒。雙引號。還有人寫得很真誠，喜歡她是因為她給人踏實感，希望她找到同樣踏實的人。娛樂圈太浮躁，她如果能有穩定家庭，其實是好事。雙引號。當然也有調侃型網友，豪門繼承人快出來認證，不然我繼續當假新聞看。雙引號。互聯網就是這樣，一邊真情實感，一邊冷靜圍觀，理性看待，八卦之外的尊重。所謂差一點結婚的傳聞，在娛樂圈屢見不鮮。很多關係走到最後一步，最終卻各奔東西。人生本就充滿變量。李沁這些年的情感經歷，更多體現的是認真與克制。她沒有高調秀恩愛，也沒有利用緋聞製造話題。穩定時被拍，分開後沉默。某種程度上，這反而顯得難得。至於豪門傳聞是否屬實，目前沒有官方回應。所有故事都停留在爆料層面，真正的生活只有當事人清楚。與其替他規劃婚禮，不如尊重他的節奏。如果他真的找到願意陪他看劇本、一起養生、一起散步的人，那是他的人生選擇。如果沒有，他依舊可以繼續拍戲，繼續在熒幕上發光。婚姻不是終點，豪門也不是獎盃。對一個35歲的女演員來說，最珍貴的從來不是嫁給誰，而是還能自由決定自己的人生方向。至於那些狗子爆料，聽聽就好。娛樂新聞更新速度比人類耐心快得多，等哪天他自己開口，那才是真的。